注意看，周太元这人虽说身在侠盗组织，下手却狠得让人发怵。一旁的搭档赵慕明被他那股狠劲吓得不轻，谁能料到，就在3分钟前，事情会朝着这般失控的方向发展。欢迎来到数字美食频道，我是老高。2025最新电影马上开始。原本他俩的目标很明确，那颗价值上亿的佛头。这佛头被红外线安保系统护得严严实实，可这点阻碍在周太元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有工位，2点钟方向。他话音刚落，任凭红外线如何变换位置，都能轻松横穿过去。赵慕明紧随其后，没成想滑到一半，意外突然发生，卡住了。好在周太元够冷静，立刻折返回去拉了赵慕明一把，才算有惊无险。在周太元的带领下，赵慕明很快也穿过了禁区，成功抵达存放佛头的保险箱前。他们只有短短2分钟时间，既要开锁，还得把佛头偷走。不过这对赵慕明来说不算难事，毕竟他是这行顶尖的开锁大师，3重锁而已，拿捏。打开保险箱，2人终于见到了那颗顶级佛头。它不光本身工艺价值连城，据说还藏着数吨黄金宝藏的线索。别做梦了，要物归原主的。周太元冷不丁地说。突然，一群黑衣杀手闯了进来，显然他们也是冲着佛头来的。周太元二话不说就动起手来，而且脑袋挨了一记重击后，整个人变得越发残暴。可打完一波，又来一波，他和赵慕明这2个老头子真能逃出升天吗？一转眼，10年过去了，周太元化身相爷，举办了一场开锁大赛，各路开锁高手齐聚于此。大赛的最终奖励是近期名声大噪的世界宝物隋唐时期的12生肖宝镜。为此，警方特地派人混进会场，目的就是拿回宝镜，将相爷捉拿归案。怎料相爷迟迟没有露面，直到一个叫赵吉的小伙崭露头角，那一刻，大伙的心思全放在了子午鸳鸯锁上。这锁是世界3大奇锁之一，据说只有制造者本人才能打开，而他的制造者正是一代传奇锁匠赵慕明。赵吉瞬间懵了，相爷却通过他脖子上的吊坠，一下就认出了他是谁。没错，赵吉就是赵慕明的儿子。要说这世上除了赵慕明，还有谁能打开世界3大奇锁？那肯定是他。突然，警方的人冲了进来，相爷火速撤退，还吩咐手下把赵吉带走。可赵吉哪肯乐意，拿了宝镜就撒腿跑。鞍马紧跟其后，一心要把赵吉带去见相爷。眼看就要追上，赵吉直接翻身跃下高楼，鞍马只得换条路线继续追。没曾想最后反倒被赵吉戏耍了。跟我去见一个人。不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鞍马气得不行，立马发狠。可赵吉顺着破掉的窗户口再次逃出升天。多亏鞍马反应快，转眼就联手伙伴把赵吉围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货车从楼下经过，赵吉纵身一跃，成功逃了出去。鞍马对他没辙，可没多久，几辆警车把货车堵了个正着。赵吉喜提警局1日游，却半点不慌。原来他是城堡公司的调查员，专门负责找回丢失的宝镜。调查员昆瑟半个字都不信，毕竟赵慕明是贼，他儿子现在又和相爷这贼搅在一起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可城堡公司很快证明了赵吉的身份，昆瑟也只能把他放走。赵吉刚离开警局，就被一个盲人撞了。对不起，请问天桥在哪边呀？赵吉乖巧地指了方向，可下一秒就发现自己的护照不见了。他赶紧追上去，才知道这人也是相爷的手下，极善伪装，代号大师。跟你玩个游戏，5分钟之内把护照送回我身上。赵吉没当回事，拿着护照就跑，没料想又被鞍马盯上。好在这次他有备而来，不仅没被鞍马抢走护照，还拿到了鞍马的手机。鞍马气得不行，追上去没多久就被赵吉铐在了一旁的扶手上。赵吉继续跑路，刚冲到楼梯间，竟又撞上了相爷手下最能打的特工。特工轻轻松松就把赵吉收拾了。可当他打开赵吉的背包，里头竟然空空如也。赵吉趁机再次溜走，为防万一，他立马打了辆出租车。可将还是老的辣，我赢了。车门被相爷锁死，赵吉逃脱失败，只能坐在车里听相爷讲起10年前那次行动的后续。大佛头呢？赵慕明带着佛头逃走了。等相爷回到基地，只看到一地狼藉，佛头和搭档都没了踪影。为了躲避警方追捕，他化身相爷，努力查找2者的下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后来他查到佛头被赵慕明藏进了自己打造的天地乾坤锁，而这锁不知为何落到了古董商人李万豪手里。这李万豪可不简单，眼光独到，做事老辣，要是有人敢拿假货蒙他，
必定没有好下场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些年他也没能打开天地乾坤锁。你是想让我帮你从李万豪手里拿回佛头？不只是佛头，还有你爸的下落。这话一下戳中了赵吉的痛处。找到爸爸是他最大的心愿，他想不通，爸爸从小就教他未经他人允许，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，怎么就成了贼呢？就这样，赵吉答应跟相爷合作，相爷也立马把团队成员介绍给了他。第一个是特工，行动专家，接受过专业作战训练，对相爷忠心耿耿，据说相爷还救过他的命。第二个是珍珠，电脑专家，专门负责网络支援。然后是大师，伪装专家，还有鞍马，相爷的义女。回到正题，相爷接下来的目标是东尼博物馆，那里藏着赵慕明造的对顶梅花锁，只要打开这把锁，就能得到打开天地乾坤锁的神之手，拿到佛头。相爷让赵吉什么都别管，自己会安排特工和鞍马把他送进保险库，他只需在15分钟内成功开锁就行。赵吉一口答应，但也提了条件，只开锁不偷东西。相爷同意了。随后，大师扮演日本文物商，带着收藏顾问鞍马和保安特工，堂而皇之地进入东尼博物馆。非常高兴你们能莅临我的博物馆。大师开出高价想买件文物，馆长亲自招待。为了转移馆长的注意力，鞍马直接来了波色釉，可馆长不为所动。珍珠建议换美男，让特工去勾引馆长。结果你的肌肉练得好棒啊！嘿，巧了，我也爱健身。趁此机会，大师悄悄溜到旁边，把带来的虫卵撒了一地，这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博物馆担心有虫害，立马致电灭虫公司，可电话被珍珠截了下来。我是东尼博物馆的，我们这里可能有虫害，请立刻派人过来。半小时后，乔装打扮的香爷和珍珠打着灭虫的幌子，大摇大摆进了博物馆。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攻入博物馆内网，获取相关权限，监控整个博物馆，为赵吉三人提供方便。而这时，昆穗也来到了博物馆，得知来了2个灭虫人士，他立马警觉起来。阿明，帮我查一下查理查德灭虫公司。另一边，特工那边也不太顺利，鞍马顺利进入通风管道，可召集下到一半，天台突然来了巡查的保安，特工火速开打，想把对方撂倒，可他和召集绑在一起，他一动，召集就危险了。多亏鞍马反应快，一下拉住了召集。最后他俩成功通过通风管道进入放置对顶梅花锁的展馆。接下来轮到召集表演了，虽然只有15分钟，但这次开锁要用的钥匙是子午鸳鸯锁的内部图案，他早就做好了1:1的钥匙模型，还牢记了开锁线路。很快就只剩最后一道锁没打开，可这时昆穗已经开始行动了，警察出动了，正朝这个展厅过来。取消行动，特工立刻想把鞍马和召集拉上来，可临门一脚，召集说什么都不肯走。无奈之下，特工只得自行撤退。当召集终于把锁打开，却只看到2句训言：乾坤铁锁能阻道，君子慎独守本心。这话简直是啪啪打了召集2巴掌。同一时间，警察已经带人包围了博物馆，2个人肯定出不去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召集开门出去，故意露出身影，吸引警察来抓自己。而躲在屋内的鞍马随便拿了块布料，改成了优雅女士的装扮。看到鞍马伪造好的邀请函，工作人员没起疑心，鞍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博物馆走了出去。可召集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被困在展厅，进退两难。你冷静点，听我说，你跑不了的，一定会被抓的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召集就被警方逮了个正着，他慌乱后退，不慎撞碎了一个展柜，被警察按在地上。然而被带去见昆穗时，他却一点都不害怕。阿苏，你们还不能走，我们展厅刚丢了1枚宝石戒指。保安立刻检查召集，没在他身上发现可疑物品，反倒是押送他的警察衣服口袋里被搜出了1枚宝石戒指。人赃俱获，你们警察偷东西，现在所有人都不能走，都得说清楚。昆穗知道这肯定是召集搞的鬼，为了不让他继续闹事，立马点了2个特警把他带走。可这正好中了召集的意。好了，你们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好家伙，这2个特警竟然是大师和特工假扮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香野安排好的。他让召集在展厅等警察，等警察冲进来时，无意间撞碎展柜，把里头的藏品塞到警察兜里，让昆瑟没时间亲自带他走。就这样，召集一伙全部逃了出去。可回去没多久，召集就发现东尼博物馆失窃了，他立马怀疑到鞍马身上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东西呢？在我手里。相爷让鞍马把东西拿出来，鞍马照做了。
赵吉也就不再追究，毕竟不久前这个女人还救过他一命。干嘛呢？鞍马见不得别人虐待小狗，毕竟他小时候和那条小狗没什么两样，年纪小，没爸妈，不偷东西吃就只能饿死。直到遇到相爷，听了这个故事，赵吉对鞍马他们有了改观，觉得他们或许没自己想的那么坏。然后他赶紧把藏品寄回给了坤瑟，坤瑟非常震惊，也一下明白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偷东西。与此同时，相爷竟然主动找上了李万豪，那么多年连电话都不接，你很难追谎。显然他俩是老相识，可李万豪对相爷的态度很不好，临走前还放话：你干的脏事，10年前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但这并没影响相爷的计划，珍珠很快黑进大楼内房，锁定了李万豪的位置。李万豪的金库除了他，只有助手有开门权限。珍珠和大师溜进监控室，轻松放倒了大楼保安。与此同时，赵吉和鞍马发动突袭，制服了李万豪的助手，利用助手的权限进到了李万豪的金库。天地乾坤锁和那颗价值连城的佛头就摆在这儿。赵吉非常激动，却怎么都找不到开锁规律。关键时候，他想起了小时候爸爸给他讲的故事：孔子宁愿渴着也不喝稻泉里的水，因为名不正则事不成，人要坚守正道。小七，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吗？我明白了。赵吉瞬间醒悟，不该执着于破解，而是该想办法将其复原。他立马行动起来。而这时，助手开始偷偷联系李万豪：你在干嘛？原来刚才助手是故意被擒，想瓮中捉鳖，顺便看看他们是不是真能解开天地乾坤锁。助手武力值极高，鞍马根本不是对手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硬抗，尽力给赵吉争取开锁时间。结果稍不留神，就被助手压在身下一顿暴击，很快挂彩了。另一边，李万豪也带人赶来了，珍珠赶紧把消息通知给鞍马和赵吉，然后带着大师跑路了。就在鞍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赵吉终于打开了天地乾坤锁，被锁10年的佛头重见天日。助手见状立马想夺走，结果被赵吉反击。赵吉拿起佛头和鞍马一起跑路，没料想刚出去，鞍马就被特工挟持了。对不起，把佛头给我。赵吉乖乖照做，鞍马却发现自己突然联系不上相爷了。最后他俩寡不敌众，落到了李万豪手里。李万豪通过赵吉的佛牌一下认出了他的身份：你是赵慕明的儿子，为什么要替周太元干活？原来10年前，李万豪也是赵慕明和相爷的搭档，他亲眼看见相爷因为贪图富贵，不愿把佛头交给国家，亲手打死了赵慕明。可赵慕明早就发现相爷不对劲，提前把佛头锁进了天地乾坤锁。更要命的是，天地乾坤锁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打开。这下相爷崩溃了，李万豪则坐收渔翁之利，拿到了装着佛头的天地乾坤锁。赵吉震惊不已，没想到自己一直在帮杀父仇人做事。而另一边，相爷故技重施，开枪打死特工，带着佛头逃走了。突然，坤瑟带人赶到大楼，李万豪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赵吉和鞍马趁乱逃走。李万豪因为金库被暴露的文物和大楼里的尸体，被警方拘留。鞍马没想到相爷会背叛他们，心一下碎了。这时，赵吉主动联系了坤瑟，原来之前寄藏品时，他就和坤瑟有了交集。珍珠很震惊，但为了抓住背叛他们的相爷，他决定替警方办事，查到了相爷的落脚点。相爷打算带着佛头偷渡离开，警方立刻开始蹲点。珍珠通过监控锁定了相爷的身影。收到消息，赵吉和鞍马立马把相爷堵住了。你跟你爸一样天真，怪不得你们两个永远赢不了我。相爷早有部署，赵吉和鞍马瞬间陷入险境。即便如此，鞍马还是没放弃，眼看就要打到相爷，结果却被偷袭。好在赵吉及时出现，把杀手解决了。另一边，相爷被坤斯拦住，他果断出手，招招狠辣。坤斯烧血一筹，差点被相爷捅死。好在警方支援部队赶到，相爷立马开溜，没走多远就被赵吉埋伏了。相爷放下佛头，开始教训赵吉。赵吉拼命挣扎，差点死在相爷手里。成功脱身后，相爷跑到地下停车场，准备开车跑路，可途中车子突然失控，自动陷入了警方的围捕圈。这次我赢了，你和佛头都在我手里。原来赵吉早料到相爷会开车跑路，提前安排了一辆同款汽车，让珍珠操控系统把想去2号路线的他引到了1号路线。说白了，人往往会因为过度关注一件事而忽略其他事。就这样，相爷和李万豪双双落网，鞍马、珍珠还有大师因为戴罪立功，获得了轻判。至于佛头，赵吉刚还回去，竟然又被人盗走了。
看来这世界的盗贼真是防不胜防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说真的，这部电影汇聚了不少优秀演员，堪称国内版的惊天魔盗团。虽然剧情安排存在一定漏洞，但其中的打斗戏码还是挺精彩的，算是一部闲来无事能用来打发时间的爆米花电影。老高觉得，这电影里的锁得住佛头，却锁不住人心的贪婪，就像相爷被黄金宝藏迷了眼，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而赵慕明坚守本心，哪怕付出生命代价，也不愿违背原则。这或许就是电影想告诉我们的：真正的枷锁从来都不在外面，而在心里。喜欢这类动作悬疑片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再收藏一下数字美食频道。老高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电影解说，下期咱们接着聊更精彩的故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再见。